来，今天要跟你讲一个正在酝酿的大风暴。美国股市现在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缺钱危机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流动性枯竭。这件事如果再烧下去，美国联准会 Fed 到时候一定会被逼得不得不全面转向，开始疯狂印钞票救市。这2年美股真的涨翻天，大家应该都很有感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波多头行情到底是靠什么撑起来的？表面上大家都在喊科技巨头、AI 创新带动获利成长，但讲白了，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。真正推动股市涨跌的，永远是钱够不够多，也就是资金供给的关系。现在残酷的现实来了，美股这个资金的大水龙头正在慢慢关起来。我们先回头看，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，就算联准会在缩表、再升息，美股还能涨成这样？因为市场自己变出了很多钱，这里面主要有5个大金主在撑盘，但现在这5个金主都要收手了。第一个金主就是开杠杆借钱炒股的美国散户。过去几年，美国老百姓很敢冲，拿政府补助就算了，还借钱玩股票。你可以去查数据，2025年9月，美国投资人的融资余额高达1.13兆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些借来的钱就是美股最大的燃料。第二个金主是全球都在玩的日元套利交易，全球机构包含日本投资人都在借便宜的日元换成美元去买美股、买美债，这个规模大约有3兆美元。但现在日元利息变高了，这个送分题快做不下去了。第三个金主可能会让你意想不到，是中国的外贸企业。过去几年，中国赚了很多顺差，本来这些美元应该换回人民币，但因为美元利息高，很多老板选择把美元留在海外，继续投资美股美债。这笔钱估计有1.5兆美元。现在随着美元利息可能见顶，这笔钱也要准备回家了。第四个金主是高风险的私募信贷市场。这2年，这个市场暴冲到2.1兆美元，里面充满了各种高杠杆的贷款。但你要注意哦，波士顿联储已经示警，这个领域的违约率已经飙到5.4%，快接近2008年金融海啸的水准了，这里随时会爆雷。第5个金主是那种疯狂的杠杆型 ETF， 现在有一堆做多纳斯达克、标普500的2倍、3倍杠杆 ETF， 规模超过400亿美元。甚至还有人想申请做多 NVIDIA 5倍的 ETF。这些产品只要标的稍微跌个10%，它的净值可能就缩水30%。一旦市场反转，这些基金的抛售力道会非常恐怖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最近这2周，我们看到这5个水源都开始干枯了。美国银行体系的隔夜逆回购金额暴减，显示整个市场真的开始缺钱了。这种流动性危机跟矽谷银行倒闭那次很像，只是这次规模更大。这种危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底下却是暗潮汹涌，一爆发就是惊天动地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那些短线进出的外资对冲基金，一旦美股缺钱，他们为了救大本营，一定会先卖新兴市场的股票，把钱抽回美国。这短期内对陆股甚至台股都会造成波动。但我认为这不用太担心，这只是短期现象。重点是联准会绝对坐不住。你看现在联准会官员还在那边打嘴炮，讨论要不要降息。一旦美股因为缺钱开始崩跌，联准会绝对会立刻转向，甚至重启 QE 量化宽松。再加上川普现在的政策面临不可能的3角，又要高关税，又要低利息，又要低通膨，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。所以如果美股出事，川普为了救市，最后很可能被迫降低关税来换取降息的空间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美股流动性枯竭是现在进行时，这也代表联准会重新开始大撒币的日子不远了。川普甚至可能因为救市而发家湾调降关税。记住我今天讲的话，让我们用时间来见证这场大戏会怎么演。